现在我们来到，我们其实相对比较早就知道的印尼品牌。是，从以前到现在，其实它的知名度算高。它也是在印尼相对比较早就开始在做工装靴的品牌啊。是印尼布 making 的 OG。Training Center。对，就是其实他说很多其他品牌比较新的品牌里面的师傅可能都是从这边过去的。对。然后我们今天来到的就是 Underhood。对。那我们就进去看一下。好，走。那因为里面其实相对没有这么大，然后我觉得分工其实很明确。对，因为他们的产量来讲的话，他们有说他1个礼拜做4双。对，所以其实大家的产能都很有限。对，因为它会这么低的话，一方面做，当然我们强调手工之外，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它对细节非常要求。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拿起来的每一个部分，包含外缝线，看起来都像机缝。虽然说你说看起来像机缝，不见得是好事，但是他做到那个你看不出来。他用手缝，看起来像机缝，就是那个技术啊，那个很扯。其实一开始我们在看的时候想说，这是手缝，我们可能甚至没办法缝出这种整齐的。对，所以就非常的赞叹他的手艺啊。然后除了底的缝线之外，还有前面的车线，看起来也是让人家非常的，那其实看着就心情很好。它的结构从头到尾都非常扎实，然后包括鞋面的用料还有鞋底的用料。我们等下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就拿在手上给大家看，应该就比较好比对这样子。他们进去了，对吧？那首先这一站就是师傅在手缝大底，那他们也是就是先钻孔，然后再用钩锥一针一线的把线给跟大底缝在一起这样。简单来讲，如果你在这个步骤看到任何一点瑕疵，其实是非常明显的。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不容许出错了。然后老板在这边，然后看到他们用印尼大钢刀，对，最 signature 的大钢刀在修边。大家也可以看到那个 Underhood 它的 logo 旁边其实就是一个大钢刀，对，被铁链缠起来。是。然后这个部门看到的是在做鞋面，先做贴合，然后接着就会开始车缝这样子。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外线的车缝，哇，就是这样。因为我们说它很像机缝，就是因为它是有角度，对斜度这样，它是有一个菱形的这样子一个头接尾的感觉。那各位刚才看到有师傅在缝底啊，各位看到他们是已经有预先钻好孔了。所以那钻孔的第一，我觉得最重要就是那个钻孔的过程，你不能有任何的角度偏差，对，然后再来是你的工具要够锐利。如果你工具不够锐利的话，你有任何转啊，或者是硬要多处理的话，有可能会断掉啦，或者洞就变特别大。对啊，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 finish 非常的整洁，然后这个鞋面的车线，这应该是也是这阵子看到相对也是属于比较密的啦。然后你刚才提到那个 finish 的处理啊，那个 Risky 有提到 finish 呢这个部分呢，是他目前为止还没有是一定要自己亲手做的，还没放给他下面的那个任何一个人，任何师傅。这是他相对最骄傲的部分。对，就是这个收尾真的是很漂亮，很舒服。各位如果订 Underhood 的鞋子的话，就是每双鞋子一定还是会经过 Risky 本身的手。这也是真的是非常标志性的，就是大家如果看 Underhood 的 Instagram， 应该也是很常看到像这样的制法，真的是很整齐。你看它的车线的干净程度很夸张。是，我看师傅现在在车里。对啊。咔啦。好，那我们讲了这么多，不如就请老板直接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是，看下去喽。Halo, nama saya Rizky Afnan, biasa dipanggil Coki atau Oki. Saya brand owner dari Underhood Handmade. Underhood Handmade sendiri itu sebenarnya sebuah kecelakaan ya. Kecelakaan itu karena ya emang nggak sengaja dari tugas kuliah. Saya dulu kuliah di teknik industri Widyatama, kemudian dapat tugas kuliah. Penelitian budaya organisasi. Jadi budaya organisasi yang dibagi beberapa kelompok, salah satunya Cibaduyut. Saya masuk ke kelompok Cibaduyut. Dari situ saya mulai tugas kuliah meneliti budaya organisasi yang ada di Cibaduyut, mulai dari kebiasaan pengrajin, kemudian cara mereka produksi, masalah-masalah yang mereka hadapi, sampai akhirnya
lulus kuliah saya merasa punya tanggung jawab lebih untuk mereka gitu, untuk para pengrajin Cibaduyut, memperbaiki beberapa masalah yang sering timbul, bahkan selalu timbul di setiap produksi mereka kayak gitu. USA. USA. Yes. Maybe 80%. Proses terbaik on the road sebenarnya setiap proses saya selalu memperhatikan detail-detail kecil. Detail-detail kecil dari mulai upper sampai persiapan install dan lain-lain, terus penggunaan bahan, dan yang terakhir jahitan sol. Saya punya identitas tersendiri. Di awal tahun 2017 saya coba ngulik teknik jahitan sol yang sampai sekarang lebih dikenal dengan anti-tail stitch, yang jahitan miring. Jadi itu saya yang pertama buat, dan prosesnya cukup panjang untuk menghasilkan teknik jahitan itu.我们现在来到了非常有趣的地方，因为呢，这个地方呢，它同时生产了2个风格不一样的鞋款，一个是工作靴，对，一个是身装靴、皮鞋。所以大家可以隐约看到后面有很多，光这2排就有完全截然不同的风格。这个2个品牌就是 Winson 跟 Midas。对 ，Winson 的话，它写 Winson Shoemaker， 顾名思义呢，它就是做比较一些身装鞋，比较像 bespoke， 大家可以看到，哇，这拿起来就觉得很赞叹了。甚至哇，你看这个包的感觉，然后 fiddle bag 琴腰，对，要命哦。要命，对，所有细节，各位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非常吸睛的东西。乍看会觉得，没什么啊，这就是楦头嘛。结果那摸一摸，这是皮，对，代表什么？它要试楦，所以它是一片皮，整个往下包。对，然后没有任何的接缝。通常大家会在这个时候画，直接在这个皮上画，然后直接切开来去试。那相对另外那个处理完之后没有接线，直接在上面这样做一。般像 whole cut 的话，我们可能会在屁股，会有一个接点，对，会有一条线或者一个 backstay 之类的。这个才是真正的没有任何接点 whole cut 对。然后你看啊，底的完工精细度，这弧度，对，非常夸张，真的，这个应该是我目前这几天看过最夸张的。对，下巴都快掉下来了啊，讲不出话来，这个太厉害了。那这是 Winson Shoemaker 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我们刚才讲到的，它是比较偏工装一点的 Midas。这边我们先拿比较经典的猴靴的款式，这好轻哦。对，这是猴靴的款式。那其实猴靴在印尼是销量非常好的一个款式了，所以大家几乎所有在做工作靴的品牌一定会先做猴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说他们大部分的客人都是美国，但是呢，这类猴靴其实在美国的品牌很难看到。一般你只能可能从日本，这看到猴靴这样的款式，因为美国人知道一些品牌真的很少有猴靴的款式吧，顶多就是像这样 less two toe 好了，对不对？那猴靴真的很少，所以他可能因为这样子就会找到这些印尼的品牌来。然后我手上这个 less two toe 的也非常炫技，这个全部是手缝，对，是挪威缝的做法，挪威缝外翻的做法，它是没有沿条的。然后这个线呢是用来缝鞋面跟里面的腹背、里面的insole缝在一起。然后你看它的做法是基本上我们是讲这个叫 S 型啊，对，因为它不是我们常见的锁链车做法，它是单针直接绕。这个其实蛮希望可以在店里可以带给各位看看啊，如果有机会的话。对，但是其实我觉得难度蛮高的，因为我们刚刚看，其实就是他们产能真的非常非常有限。这个是目前看过师傅最少的一件他们一个师傅负责一个品牌的底层型，对，就是可能 Winson 就是只有一个品牌专门在做，可能从 hand lasty 到 hand weld 到那个缝底，都是只有一个师傅。因为我们刚刚有讲啊，我们之前可能看到我们去别间，他们就说光缝这个线，就可能就要2-3天。对。你看，就一个师傅处理一双的缝线就要2-3天的情况下，你看他1个礼拜可以做多少东西？是。其实像这样子，一个师傅从头做到尾的，符合我们以前常说的 bench build。因为其实像一些其他的品牌，他们虽然
可能是有5-6个师傅，对，但他们可能各自还是负责不同的生产部分好了，生产环节，就是会拆到像一个地方就会拆到很细有，流水线的感觉。对，但这个是没有的。对啊。我们再带另外一双，像这个皮是之前我们讲那个沉船皮的，对 Russian Cuff，对，所以这个皮的那个染色是比较古早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看起来其实像古董鞋的那种感觉。然后它纹路是比较就是 Russian Cuff 独有的纹路啦。对。那我其实被这个设计吸引，因为它合上来之后，如果你这里拉紧，它会形成很漂亮的弧度。这个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现场拿起来看，因为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实际的工艺。对，有时候我们看照片，主要照片可能会被骗，但是这个其实这个拿起来看，实际骗不了人的，坦白讲。对，骗不了人。讲那么多，我们就去后面看一下，直接去看一下我们那个讲。对，这边是他们已经做到快要完成，就是他们鞋子做完之后 ，finish 的部分会在这里完成，包含边色还没上啊之类的一些做一些鞋面的抛光。这样这是手染的，这边完全没有任何的缝线。那你看一样有喉靴，一样有大的手。Midas 的话，是我们少数现在看到目前为止印尼品牌里面少数腰线比较明显的品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去其他间的时候拿起来，你会看到它的腰相对比较直一些，但是这个的曲线其实就是比起其他人会更明显像这个真的是比较明显，所以穿起来的那个包覆感还是有一点点差别。我们就去后面偷偷去他们工作室看一下。这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就是一个师傅主要处理一个品牌的底层型，包含 lasting， 然后手缝线。那这边就是不是看上面他正在做的东西就知道，这个是 Midas 的师傅，可以现场看到他们师傅正在手缝鞋底。这边的话就是负责 Vincent，就是看到师傅现在其实正在做的是那个，就我们刚刚讲那个腰身，对，腹背的那个鹰兽的那个开槽。它之所以要能收到那么里面，其实它的秘密就在于脚床，是它那个腰要收比较进去，那沿条就会跟着往内缩。所以以及现在大家都看到是最里面的部分。对，其实这个也是手工鞋价值所在的地方。这个你要相对懂人体工学，你要有研究，你才知道你要收多少，穿起来才会舒适。那我们真的蛮感谢，就是朱宇，因为通常他们说这个工作室其实不太开放，完全没有开放的。对，包括其实跟我们同行的同行的他们好朋友也是第一次来，去过他家但没来过这里。对，所以那我们就跟主理人聊聊，看他怎么介绍了。是，好，跟下去喽。Nama saya Emil. Saya punya 2 brand yang saya produksi, itu ada Winston Shoemaker sama Midas Bootmaker. Pertama itu saya produksi Midas. Winston Shoemaker itu sebenarnya sebelumnya bikin boots yang sekarang saya pindahin ke brand satu lagi jadi Midas Bootmaker. Awalnya kita ngikutin brand-brand lokal yang lainnya ya, kita bikin boots work boots kayak monkey boots, service boots. Tapi mulai kesini tuh agak terlalu banyak yang sama. Akhirnya saya memutuskan bikin produk yang agak beda, yaitu traditional dress shoes yang sekarang jadi fokus di Winston. Dan kayaknya agak sangat sayang kalau misalnya work boots ini di cut secara permanen. Dan akhirnya kita buat brand satu lagi untuk boots itu di Midas Bootmaker. Untuk Winston karena sebenarnya kita kebanyakan custom ya. Untuk di Winston banyak custom design dari customer. Jadi sangat beragam kalau di Winstonnya sendiri. Kalau di Midas itu kita banyak yang bikinnya itu di Thunder Boots. Thunder Boots itu hole cut boots. Sama yang Vanquish dan Les Tuto. Untuk negara sejauh ini sih banyaknya di US dan di Singapura. Oke, USA dan Singapura. Ya, beberapa tahun lalu masih banyak di Australia, tapi sekarang agak kurang. Mungkin beberapa waktu ke depan kita bakal bikin showroom dan beberapa beberapa display untuk dijual secara offline di sini, dan kita bakal terima tamu untuk datang secara offline juga ke sini.
Untuk Winson itu di sekitar 6 sampai 7 bulan. Untuk Midas itu harusnya di sekitar 4 bulan, cuman untuk Midas sendiri kadang-kadang masih agak ngaret karena kita yang kerja cuman berempat di sini, sangat kecil kapasitas produksinya. Jadi normalnya Winson di 6 bulan, Midas di 4 bulan.然后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印尼这个萨卡拉，他们完全没有屌我们。我跟你讲，刚刚两个头露出来蛮好笑的。我们这一站就是来到我们的好朋友萨卡拉 Maker 这里。对，重点。其实最早在印尼就是带我们品牌的，其实第一个是就是对，最早使用的品牌就是 Sakala， 然后就是他开始使用之后，然后就开始有其他的品牌。等于是在印尼感觉就是我们的鞋底开始从萨卡拉这个点扩散开来了。是。然后我们在疫情前其实也有办一个 Sakala 的定制活动，然后那个时候的反应非常热烈，大家可能对于像这样子的定制靴、鞋靴可以有这么多的选择，而且价格又非常实惠，然后大家可以做的选择也很多。那其实从那时候的定制会到现在啊，其实不止 Sakala， 我觉得整个印尼的手工鞋的产业，不管在用料还是工法上面都有升级。因为感觉就是开始做的人越来越多，大家会互相比较，然后就一起进步了。然后就是因为他们其实大部分的订单都是来自欧美他们有说至少70%到90%对都是欧美。那这是来自客人的要求，可能就会说，我可不可以用比如说意大利的皮、美国的皮等等的。所以像早期我们办定制会的时候，我们皮革选择可能就比较少，可能就是他们印尼国产的皮。但是现在呢，他们使用的皮都已经是使用意大利或是美国顶级的皮，已经到很常见了，就是前几年就开始这样子。是。那今天我们来到就是Sakala的工作坊，也带大家看一下。对，这个地方应该是我们目前来过就是规模最大的。是。进去看一下。那我们先看到这边的话就是他们边色的一些 finish， 然后可以看到它那个边都已经磨好了，只差一些边色的处理。然后这边处理好之后，就会开始到鞋面的步骤，就鞋面保养啊、抛光啊。接下来进去就会看到他们师傅们工作的地方了。这边很乍看的有点像学校的感觉，有一个超级大的黑板，然后每一个人都在做自己的事情，不同的部门做不同的工作，对，也是流水线生产。中间的话就是在剪那个裁片了，对，前面的裁片，对，用手剪的。那到右边，我们看到右边那边就是一些底层型，这边在做手工研调的步骤，对，各位看，就是目前为止都是纯手工的。对啊，其实几乎没有什么机器囤在这里。我看这位年轻的师傅就为我们展示手缝研调。对，像我们之前提到，就是其实在印尼他们的手工鞋多数都还是手缝研调制法，所以对于这样的就是手缝研调在这边非常的常见。反而是一种很普及的技术啦。是。然后目前为止，我们看了很多手缝大底的手的步骤啊，其实Sakala还有个比较特别，就是它还是用马鞍的缝法，左右缝，双针缝法。看它左右弯针这样进去之后再一起拉紧。对。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之前看到可能就是用钩锥，就是用 lock stitch， 但是这个还是用 saddle stitch， 比较少见。哇，非常多鞋子准备要缝。是。看的手好酸这边是他们一些准备要出货的订单。可以说他们有说就是其实他们真的很多客制的要求啊，就是客人都会选择达到手的鞋底。尤其欧美的客人啊。对。哇，这双感觉应该就是来自外国店，但是鞋尺寸很大大家其实会买原色鞋的，我发现在台湾不算多，比较多都是在欧美。那这是他们的新款，就 Mark Toe 的。这里是前阵子在他们 Instagram 上面很常曝光的。是。这个现在就很休闲。对啊，因为像我们有提到，就是这几年大家从 heavy duty 开始变比较轻便一点，对，更 lifestyle， 所以对于这样子比较轻便、比较休闲的款式会更多要求、更多需求啦。是。这个让我们考虑到我们以后底的开发，可能也要多朝这方面去想、去琢磨。一定都要有。对，就慢慢的。是。对啊。好了，那接下来就看看我们跟Sakala的主理人
对，没错，他不时的访谈哦，那去。Hello, my name is Bagus from Sagara Bootmaker. We made shoes and boots, mostly hand welted. We started from 2010. Now we already 15 years on the business, and yeah. Court Masters, this ones. The lace to toe. The construction itself, the most important parts of the boots. We are known by our Norwegian stone welt, like shown on the shoes. Also, Hotmaster over there. Yeah. And all of our stitching are using saddle stitch. Easy. The best, Dr. Sol Strider, the 2030. Very comfortable, not slippery when wearing on the mountainside. Yeah, my favorite. I had, I think, 3 pairs using these soles. We have this Tyrolean. This is the latest. We are using baby Pegasus crocodile, and then the box calf leathers from Dupuy. I think we should do something, yeah. Okay. Maybe an event or do some new style like laceless, perhaps.这是草原，这东西也行。这是我们第3天印尼行的一个就晚上了，那我们已经结束今天的行程，应该已经把我们预计要参访的几乎都有去到品牌都。那其实因为大家都是从 Instagram 上面，主要啦都是从 Instagram 上面去认识这些印尼鞋靴品牌。那我们这几天，尤其这3天，我们实际到他们店里跟他们的负责人实际交流过之后，发现每一个品牌他们更在乎的地方都不太一样啊。有人在乎解决流程，有人在乎就是某一个地方，例如说鞋面的车线，有人在乎就是楦头的问题。就是后来呢，大家都其实实际啦，如果你没有听我们讲话，你很难从他们作品上去感觉到这些实际的差别，因为我们是看到实体。那这次我们影片就大家应该都有看到我们在介绍这些品牌，然后透过他们去讲，也更能了解这个所谓的印尼制鞋这个圈子的一些有趣的变化。也感谢他们，就是在这么多犀利的品牌里面，就是很支持大特售啊，真的。然后我们这次来其实也有很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想要听听他们对我们产品的回馈。对，我们也吸收了很多他们给我们的建议。那就是我们也会想办法，就是跟这些品牌做洽谈，也许有机会他们可以到台湾来做活动，对不对？跟大家实际交流一下。是，就会知道大家就会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了。对，这就是其实我们这趟旅程最大的收获了。其实，对，真的，我们真的感受到大家满满的热情。对啊。非常热情，到每个地方都准备有咖啡啊、点心啊，甚至还去带我们去家里吃饭的。哎呦，我们真的有去人家家里吃饭，煮饭给我们吃。对，真的是受宠若惊的，真的。感谢大家。好，那大概这样子了，拜拜。